有反击了！快，重新上弦，瞄准他！我们快跑吧！跑不掉了！如果他们全死在这儿，龙下一个烧的就是我们！不想变成灰的，跟我来！都给我用力，把它翻过来！没时间摇绞盘了，抱住弓弦，用身体往后拖。放！我真的做到了。精灵族向来恩怨分明，是你拯救了我们，也拯救了这片森林。从今天起，你赢得了精灵族真正的尊重，各取所需罢了。如果巨龙不死，下一个变成灰的就是我的部落。作为精灵族的朋友，请允许我邀请您共同参加我们接下来的拜月仪式。系统提示：恭喜宿主成功击杀刚成年黑龙，达成越级击杀成就。系统提示：您获得了精灵族的极度好感，成功触发隐藏事件，奖励发放，获得月神祝福。我终于重新变成人了，这一切都要从我刚来到这个世界说起。我怎么成了一只哥布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喂，你醒了，醒了就起来。首领说了，今晚要把那个人类带去换铁器。你发什么呆？起来搬木头。正洞宽，但有2个哥布林守着，想救人很难。发现魔物巢穴！人类是人类来了，是人类来了！你是我的啦，嘿嘿嘿嘿嘿。你救我！少问，快跑！走，进去看看有没有剩下的哥布林。骑士大人，我在这里！居然有幸存者，哥布林！女孩，过来！你们不能杀他，是他救了我！把他拉开，别碰他！你会说人话？对，我还和那些东西不一样。等一下，大公主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林啸天。林啸天，很不像哥布林的名字。你救了他？是的，没错。有意思。带回王都。第300天，生命体征枯竭，魔力抽取达到极限，把它处理掉吧。我竟然相信了你们。检测到宿主生命体征清零，无限推演与家园建设系统正式激活，宿主面临终极抉择。选项1：彻底抹除意识，结束所有痛苦与轮回。选项2：保留全部记忆，时间重置回穿越第1天。结束痛苦，那300天的谁来偿还？我选2，我要重活一次。喂，你醒了？醒了就起来搬木头。正洞宽，但有2个哥林守着，不能硬闯。对了，洞后的空地。跑，必须彻底跑出他们的侦察范围。跑啊！你接着跑啊！首领发话了，要把你这个半死不活的伙伴溜进沸水里。我没有错，那些草药丢在仓库里都要烂了，我只是拿了一点点去救同伴。规矩就是规矩，敢偷首领的东西就是死路一条。如果这3个家伙继续往里走，必然会发现我。是高阶魔兽。别出声，看着他，慢慢往后退，千万别跑。跑！
哥布林不是根本不存在雌性吗？繁衍全靠掠夺其他种族，而眼前这个家伙，竟然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雌性哥布林。检测到特殊血脉载体，系统隐藏支线已触发。唯一隐藏任务：黑月共鸣，让易轻盈真心喜欢你。任务奖励：突破小哥布林等级线0级进化树。羁绊提示：从这一刻起绑定绝对权成长关系，目标血脉将得到净化，目标好感度越高，宿主将获得额外的战力增幅。你们将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绑定成长关系，互相救赎吗？别怕，安全了。过来，吃点东西。你好聪明，你会造火，会做那个能抓兔子的网。你和首领他们完全不一样。只会用蛮力破坏的，那是野兽。我们要在这种地方活下去，就得用脑子。你从来没有像其他哥布林那样把我当成奴隶或发泄工具，还会把干燥的铺背留给我，会教我如何辨认野兽的足迹。疼吗？一点小伤，谢谢你，轻盈。系统提示：轻盈好感度突破50%，黑月共鸣一阶段解锁，宿主获得力量增幅，目标血脉开始进化。啸天，你看我干嘛？我脸上有脏东西吗？没有，你很好看。轻盈，我要给你找个更安全的家。啸天，家是什么东西？家不是一个东西，家是你和你最喜欢的人在一起，就会感觉最舒服、最安心的地方。我知道了，你就是我的家。外面还有事要处理，我把洞口封好，在我回来之前，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出来。我等你回来。快点，慢吞吞的废物！我要挑战你们的首领。挑战我，就凭你一个瘦骨头。好，我今天多加一块烤肉。躲得倒快。都站起来！从今天开始，不准抢自己人的食物，不准欺负自己部落的伙伴。我们不再是野兽，我们是黑月部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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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给我抬起头！想吃吗？想吃就给我竖起耳朵听好。从今天起，黑月部落不养吃白食的废物，也没有强者先吃弱者吃残渣的规矩。在我的部落里，按劳分配，干了活的吃肉，偷懒的啃树皮。我们力气小，打不过野兽，是不是只能饿死？谁说打猎只能靠蛮力？没有獠牙，我们就造獠牙；没有利爪，我们就造利爪。现在全部富足，不需要你们去拼命。你们的任务是记住周围的地形，寻找能吃的野果和蘑菇。一旦发现大型魔兽的脚印，立刻跑回来汇报。谁跑得快，谁带回来的食物多，谁就分最大的肉。铺树叶的时候要用干的，不要用带水汽的新鲜叶子。你们想告诉猎物这里刚被人动过手脚吗？你别拿石头砸核桃了，去河边找表面粗糙的石头，把这些骨头的一端磨尖，然后用藤蔓死死绑在笔直的木棍上，这叫骨毛。有了它，你们就能在魔兽咬断你们的脖子前，先捅穿它的喉咙。距离就是。记住这个颜色和重量，这是铁矿。只要找够了这种石头，用我们烧出的木炭把它熔炼出来，骨毛就可以淘汰了。排成一排，站直。遇到狼群，你们散开跑，就是一盘散沙，一连点心。但如果你们站在一起，把骨毛一致对外，就是一面扎手的铁墙。听我口令，刺！太慢了，你们的胳膊是软皮蛇吗？再来，刺！用力，刺！他们不是烂泥扶不上墙，
只是生活在弱肉强食的深渊，从来没人教过他们秩序和团队。光，绑定成功，神奇系统已激活。啸天，我们学会了建造，学会了治病，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做坏事了。我们真的能不再被所有人讨厌吗？青莹，你记住，我们定规矩造武器建部落，不是让所有人喜欢我们，是让所有人不敢随意攻击我们。首领，发现了，前面有个被封的山洞，里面有一只大老虎，但是它好像快死了，趴在地上根本起不来。所有人保持阵型，收紧脚步声，跟我过去看看。这是我带着青莹逃亡时躲过的那个山洞。首领，我们要动手吗？他已经死了，内脏全碎，救不活了。拿藤蔓来，把这头大老虎绑好，拖回去。今晚把这2只小老虎带回去，抓的时候小心点，别伤着它们，也别被咬了。啸天，这只白虎明明那么强大，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晚上他甚至没有扑上来。这么厉害的霸主，到底是什么东西能把他杀死？不是普通的野兽，我检查过，伤口非常平整，边缘甚至有被极高温度瞬间烧僵的痕迹，直接贯穿了内脏。高温烧焦，那是什么？是高阶魔法，或者是附魔的重型物。这片森林里闯进来了比魔兽更危险的东西。首领，您快来看看！首领，我们快走吧！精灵最讨厌我们了。闭嘴！拿最结实的藤蔓来，把他手脚给我绑死，绑成死结。首领，我们要吃它吗？吃你的头！你们2个把他抬回部落，交给青莹。记住，要是半路他醒了挣扎，就用石头把他敲晕，绝对不能让他跑了。是，首领。其他人握紧武器，都给我把眼睛放亮了。首领，什么味道？好呛，像是什么东西被彻底烤糊。这是什么怪物干的？闭嘴！捡起你的武器，所有人慢慢后退，不许发出任何声音，原路返回，立刻！啸天，你回来了。那个精灵怎么样了？我帮他处理了伤口，敷上了草药，但是他烧伤的太重了。不过刚刚他醒了。肮脏的哥布林，省省力气吧，高贵的精灵大人。如果不是我们，你现在已经成了森林里野狗的晚餐了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吃掉我吗？哼！吃你！你这浑身烧焦的烂肉，我还嫌塞牙？少废话，回答我，那片焦土是怎么回事？到底是什么东西把你们烧成了灰？一条刚刚成年的恶龙，它毫无征兆的从高空，我们根本没有任何防备，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我以前听老首领说过，龙的胃口很大，但只要吃饱了就不会出来乱飞的，除非是有人偷了龙的财宝，只有财宝被动了，龙才会发疯烧掉看到的一切。说得好，记住，这就是情报的价值。遇到反常的事情，多动脑子去想原因，而不是趴在地上等死。那条龙长什么样？体型有多大？大概只有7、8米长，但它全身都是黑色的，没有一丝杂色。在龙族的血脉里，黑色是最凶的颜色。龙的鳞片颜色越深，代表它的天性越是残暴嗜血。7、8米长，通体纯黑，极度残暴，还在为了丢失的财宝发疯。所有人立刻停下手里的一切事情，收拾东西，我们搬家。首领，可是我们刚建好的窑炉，还有外面挖了一半的陷阱，陷阱扎不死会飞的恶龙，窑炉也挡不住能把森林气化的龙息。我教过你们，打猎要动脑子，保命更要动脑子，打不过就跑，这是黑月部落的规矩。带人去把肉干草药还有那些铁矿石打包，只带能保命和能杀敌的东西。限你们半个沙漏的时间，立刻撤离。你就是这群哥布林的首领吧？都把武器放下。什么？
么事？我们3个部落派出来一起参加今年拜月里的族人，在途经这片森林时一直没有音讯。我们3个是被派出来打探消息的，一路搜寻，感应到唯一的生还者就在你这个方向，所以就找过来了。人在那儿，找到了就赶紧带走，我们马上没多余的饭给你们吃。感谢您照顾我们的族人，这是送给您的礼物。这是我们部落的灵牌，如果您以后遇到危险需要帮助，可以捏碎它，我们就会感应到您的位置，立刻赶来帮助您。我能感觉到您的善良和与众不同，但是那条黑色的恶龙现在已经彻底失控，它极度危险，必须尽快消灭，否则整片魔兽森林都会化为焦土。能不能请您明天协助我们3个部落一起消灭那条恶龙？只要您愿意，以后您的部落从今往后都将和精灵成为永远的朋友，获得精灵的帮助。黑月部落太弱小了，恶龙的怒火不是我们能承受的。你们把族人带走吧，屠龙的事我们无能为力，强求无用。首领，昨天您不是说那片烧焦的地方绝对不能去吗？怎么今天我们……精灵如果成功了，皆大欢喜，但万一他们没把龙杀死，反倒彻底激怒了他，我们部落离得这么近，很容易被牵连化成灰。防线布置的还算严密，但猎龙母只有3台，容错率太低了。朋友，你还是来了，只不过看样子你还是信不过我们。我来看看，是怕你们杀不死他，最后让我们部落受到牵连。我们精灵是有信仰的，只要您帮助了我们，我们一定说话算话。我们的族人没有你们那么聪明和灵敏，正面屠龙根本帮不上什么忙。信仰与承诺吗？希望你们的实力配得上你们。糟糕，他要反击了！快，重新上弦，瞄准他！我们快跑吧！跑不掉了！如果他们全死在这儿，龙下一个烧的就是我们！不想变成灰的，跟我来！都给我用力，把它翻过来！没时间摇绞盘了，抱住弓弦，用身体往后拖。放！我真的做到了。精灵族向来恩怨分明，是你拯救了我们，也拯救了这片森林。从今天起，你赢得了精灵族，各取所需罢了。如果巨龙不死，下一个变成灰的就是我的部落。作为精灵族的朋友，请允许我邀请您共同参加我们接下来的拜月仪式。系统提示：恭喜宿主成功击杀刚成年黑龙，达成越级击杀成就。系统提示：您获得了精灵族的极度好感，成功触发隐藏事件，奖励发放，获得月神祝福。月神竟然赐福了一个哥布林，这怎么可能？月神只庇护拥有纯洁，月神的旨意不会出错。林啸天，您的灵魂比很多自诩正义的人类还要高贵。按照之前的承诺，从今往后，精灵族将是黑月部落永远的朋友。这台弩机属于射出致命一箭的勇士，请您收下它，这是精灵族友谊的见证。小天，你没……别发呆了，把弩机推进去隐藏好。都给我听好了！今天我们杀了一头龙，但你们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睡安稳觉了。既然这片森林里有巨龙，就会有比巨龙更恐怖的猛兽，甚至会有成群结队的人类军队。遇到危险，跑没有用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逃跑的前方是不是深渊。想要活命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让部落变得比所有危险都强大。从明天天亮开始，黑月部落全面扩张，扩充领地，把周围的山头全给我占下来，围绕洞穴建起石墙和防御工事。第二，搞种植和养殖，把能吃的野果树全部移栽过来，抓到活的低阶魔兽不要杀，圈养起来下载。我们要有吃不完的粮。第三，用铁矿大批量打造武器，我要你们每个人手里拿的不再是木棍，而是能刺穿魔兽铠甲的铁枪。第四，
派出所有的斥候去森林里找那些流浪的、被欺压的哥布林和其他的愿意加入部落的人，把他们全部吸纳进来。我要黑月部落的人数在最短的时间内翻10倍。1队，把那些石头搬到东边的豁口，地基挖深半米，别给我偷懒。2队，铁矿石全都运到土窑去。今天就算是把风箱摇烂，也得给我熔出第1炉铁水。啸天，第一批移栽的果树已经种下了，防御用的毒刺藤蔓也沿着外围撒了种子。但是，昨天晚上那头巨龙的尸体还在焦土那边，会不会引来麻烦？你提醒的对，巨龙浑身都是宝，不能便宜了森林里的野狗。别破坏龙鳞，这东西比生铁还要坚硬。把鳞片全部撬下来，足够给我们打造出第1批重装铠甲。龙牙敲下来做毛尖，龙肉全部割成块带回去风干。这肉真的能吃吗？不仅能吃，吃了还能强化你们的力气。动手，半个沙楼的时间，我要它只剩下一副骨架。首领，有情况！西北方向有大约200多个流浪的哥布林，还有几个半兽人正在往我们，他们后面跟着人类。人类？是人类的佣兵小队，大概有30个人。他们不是在打猎，而是在虐杀那些流浪的同族群了。你们在怕什么？昨天你们连巨龙都敢拉下深渊，今天面对区30个人类，就要尿裤子了吗？我说过要扩充部落，接纳所有的流浪者。现在我们的新族人正在被人类屠杀。黑月部落的规矩是什么？不准欺负我们的人，不准抢我们的食物。很好，带上龙鳞当盾牌。今天我要用这30个人类佣兵的血，给黑月部落的新地基记起。队长，哈哈，这群绿皮杂碎跑不动了，直接收碗吧。动手，把耳朵割下来回城换长金。什么东西？问阵立！哥布林，这群只会扔石头的杂碎，什么时候懂战术阵型了？放箭，给我射穿他们！枪出！一举给我滚开！这怎么可能？你明明是个人类！都站起来！你们不用再跑了。我叫林啸天，是黑月部落的首领。在我的领地里，没有人可以把你们当成猎物。但是黑月部落不养闲人，想要活命，想要不再被欺凌，就加入我们。听从指挥，开荒种地，打造武器，用你们自己的双手把这里建成一个没有任何人类敢踏足的铁壁堡垒。我们的人数翻倍了，之前的山洞肯定住不下，冬天的口粮也是个大问题。这也是我接下来要解决的。我们要走出山洞，建立真正的营地。把这片恶心的林子给我烧了，遇到任何活着的魔物就地格杀。如果是变异种，留一口气带回我的实验室。团长，你快看前面！一群低贱的哥布林怎么会造成？魔法师军团升空掩护，重装步兵，给我强攻过去，把那堵破墙推倒！都给我把腿挺直了，那些铁罐头再硬，也得用2条腿走路。记住我教你们的，防守战比的就是谁。听我口令，没有走到红目标线，任何人不准放箭。就是现在，陷阱组拉绳！别慌，魔法师升空，用火球炸开城头。首领，他们在天上，我们的铁墙够不到。半兽人组把床弩的绞盘卡死，抬高3寸半。魔法师的魔法盾确实能挡刀剑，但那层乌龟壳挡不住纯物理的绝对冲击力。用散弹，面积覆盖，直接把他们从天上砸下来。放！一群废物，居然连魔物的城墙都摸不到！低贱的魔物，别以为躲在石头壳子里就能活命！我要把你们连同这面破墙一起烧成灰烬！今天我就用你最看不起的这群蝼蚁，教教你什么叫做真正的战争！
蝼蚁就是会蝼蚁！禁忌魔法，末日陨星，给我连人带城，全部化成灰烬！魔法很了不起，上破魔剑来了！我的魔力！公主殿下，杀了我！你这个肮脏的怪物！你就算杀了我，帝国也不会放过你们！杀了你，那太便宜你了。你废了我的魔力，你不如杀了我！在黑月部落，生命是用来创造价值的，不是用来发泄私愤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你欠下的人命和血债，要用你自己。在我的地盘劳动者不得时，从明天早上开始种土豆，完不成指标不准吃饭。火元素不是用来毁灭的，是用来创造的。控制输出，对着高炉的进风口，慢点。喂，那边的法师老爷们，开饭了！首领定下的规矩，不管你会不会搓火球，食堂打饭必须排队，谁敢插队，我手里的棒子可不认人。啸天，轻盈，最高警报！检测到黑月神格碎片产生剧烈共鸣，最终保护机制已彻底解锁。世界真实背景数据正在向宿主与神格容器同步下发。什么黑月神格系统？啸天，我看到了所有的真相。你看到了什么？别怕，有我在。光明女神，她根本不是什么纯善的神明，她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窃贼，是一个依靠吸食众生信仰歪在维持降临和寿命的怪物。如果神是窃贼，那哥布林为什么会被全大陆通缉，被定义为天生邪恶？因为我们体内流淌着上古黑月神格的残片。上古时期，黑月代表着万物生长的自然规律与质和。光明女神害怕黑月神格复苏，害怕的独裁神权被打破，所以她降下恶毒的诅咒，扭曲了我们的血脉，把我们的祖先变成了丑陋贪婪的怪物。她给哥布林打上天生邪恶的烙印，让人类世代以猎杀我们为荣。她只是为了彻底抹杀黑月神格重聚的任何一丝可能。所以，你这个所谓的复活系统，根本不是什么天降的恩赐，对吧？正是，本系统乃是黑月神格遁落前留下的最后一道保护机制。您之所以被选中，是因为您的灵魂中刻着绝对不屈的逆命法则。啸天，圣殿的裁决者已经感应到了神格的共鸣，他们不会派正规军了，圣殿会倾巢而出，带着神的旨意来彻底抹除黑月部落。让他们来，他们怕你，因为你是黑月的容器，是打破这虚伪世界的钥匙，而我代表着逆命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不再是逃亡者，我们要让这所谓的光明彻底沦陷在黑月之。来了。受诅咒的低贱魔物以及妄图触怒神明的异端，交出黑月容器，圣殿可以赐予你们毫无痛苦的净化。今天，老子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净化！愚蠢的蝼蚁，绝对防御！黑月剥夺破！啸天，我感觉到了，圣殿的信仰孤寂正在崩塌，光明女神的真身快要维持不住了。那就打铁趁热，休整3天，全军集结。这一次我们不守城了，我们要一路推到人类的王都，拆了那座狗屁圣殿，把那个吸血的虚伪女神从天上给我拉下来。黑月联邦的战士们，圣殿告诉世人，他们代表光明，而我们生来邪恶。但今天，我们要用手里的钢铁和机械告诉他们，真正的光明是靠劳动者用双手建设出来的，而不是靠神明在王座上吸血词语的。我们不为屠戮，不为泄愤，只为打破那虚伪的枷锁，推翻那吸血的神权，让这片大陆上每一个愿意用双手创造价值的生灵，都能堂堂正正地活在阳光下。剪碎虚伪，建立新秩序。传令，喊话缴械，平民避让，只审判圣殿主塔。
不退缩，为了光明女神！既然不退，那就破城！无知的，竟敢亵渎神明！这光云只是炼金把戏，大家看他身后的镜片。你竟然敢拆穿神迹！我不是神，我只杀骗子。发配到西部的荒漠边缘去植树造林。你的那些炼基术，你的光学把戏，以后就在工地里用来计算植树的行距吧。用你的汗水和双手去偿还你西施的民脂民膏。林啸天，你这个窃国的魔物！你虽然毁了圣殿，但王都的粮仓早就空了，没有光明女神的赐福，地里的庄稼根本……你们这群魔物，就等着和我们一起饿死吧！王都现有人口120万，加上我们黑月大军的10万人，缴获的粮仓，加上我们随军携带的干粮，实行最低配给制，最多只能撑20天。种地靠的是汗水，是双手，是肥沃的土壤和科学的农耕。从今天起，王都废除一切贵族特权和神职供奉，全面推行生产联邦制度。我不管你以前是公爵还是主教，在黑月联邦，只有干活的人才有饭吃。青营，宣布分组。啸天，陆地上的野兽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捕猎数量，再杀下去生态就要失衡了，但粮食的缺口还是很大。像海里要吃的，海洋里的资源取之不尽，我们不能只盯着。我不懂打鱼啊，首领，我以前只会抡锤子。有没有懂水性的，或者以前在沿海地带生活过的？我祖祖辈辈都在东海打鱼，但是深海里有海兽，普通的小木船出去就是送死。好，陈平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们黑月联邦的远洋渔业大队大队长。船不够大，我们就造大船，把我们现有的小船拆了，船头装上重型床弩，遇到海兽直接给我当鱼叉射。我陈平保证，就算把东海翻过来，也绝不让联邦的兄弟们饿肚子。闹了，他们笑得好大声。没有魔法，没有神明，只是为了明天的收成和今晚的烤肉。这才是真正的活着。以前，他们把哥布林定义为天生邪恶，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们在烂泥里挣扎出力量。现在，我们把神明拽下了烂泥，教会了他们怎么用手里的锄头和渔网吃饭。这枚戒指是我自己磨的，不带任何属性，只是单纯的石头。青营，联邦的粮仓已经满了，陈平的渔船也带回了足够的咸鱼。现在的黑月很安全。我愿意，啸天，一直都愿意。新娘子来啦！紧张吗？只要你在身边，我就什么都。首领，物资已经全部装载完毕，远洋探索大队的50名好手也都就位了。干得好，老陈！不往南，也不往北。陈平，升满帆，咱们这次要去这个岛，我要看看这片大海的尽头到底还藏着什么。遵命，起锚，升帆！首领，快看前方！降帆，减速，放下小艇，准备登岛。警戒！等等，别动手，他们没有敌意。外来者，你们的船很大，你们来这里做什么？我们来自黑月联邦，我们不是来打仗的，也不是来抢东西的，我们是来做生意的。看看这个，用这个在水里插鱼，比你们的骨毛锋利10倍，而且不怕海水腐蚀。确实是好东西，欢迎你们，跟我来吧。还有这个，我们联邦改良过的高产土豆种子，种在你们岛上的泥土里，3个月就能收一次，量大。只要你们有我们需要的东西，这些都可以换。这些宝物足以换取我们需要的铁器和种子。朋友，祝你们的作物丰收。黑月联邦的朋友，愿海风永远保佑你们的航向。陈平，在
在，首领，收锚，转舵，带上我们的货物去下一个岛。首领，前面的水温不对劲，热得烫手。戒备。那个能在沸水里一点都不变形的铁疙瘩，要是有了这个，我们去深海火山口捞矿时就不会总被烫死了。火药石我不缺，不过船可以给你们一艘。我要你们的人1半的族人，不用再守着这破火山担惊受怕。一艘船换你1半的人口加入我们黑月联邦，同意船你开走，不同意我们立刻起谋。成交。首长，起锚升帆。首领，起雾了，这雾透着古怪，连海鸟的叫声都没了。减速，锅炉保持1/3处理。触礁了。不是礁石，啸天，你快看，是植物。我们是岛龟族，外乡人，你们的船压坏了我们的农田。这种水稻竟然能直接在咸水的海面上生长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岛龟族的长者，我们无意冒犯，亏是来自联邦的商队，我们愿意帮你们修补农田。修补就不用了，这些巨草长得太快太结实了。海稻已经熟了，但我们手里的贝壳和石头根本割不动这些粗海带，腾不出收割的空间。今年的粮食怕是要烂在海里1半了。割不动。老陈，去底舱，把咱们军工组最新打造的那批农具搬出来。今天咱们黑月联邦给这群水上朋友免费当一回麦克。这是什么神器？首领兄弟，你们这铁家伙太好使了。我们岛龟族没什么好东西，只有这咸水海盗的种子。你们要是愿意，我们拿1万斤种子换你们10把镰刀和2口锅。老人家，我给你留100把镰刀，10口大铁锅。不仅如此，以后你们岛龟族就是黑月联邦的盟友，我们包销你们所有的。首领，罗盘失灵了，指针在疯狂打转。是强磁场干扰。靠过去，这地方有罕见的磁矿。外来者，快出去，别靠近洞口！雷霆之神发怒了，只要离开山洞，就会被雷火烧成灰烬。就是这里。这是在干什么？他们疯了吗？竟然主动去引雷！大功告成，全员撤回山洞。神迹，这是神迹呀！你们打败了雷霆之神。这不是神迹，这叫物理学，这叫接近器。这座岛上的磁矿是打造发电机和电令机的核心材料。矮人兄弟们，你们这破岛，我们黑月联邦全盘接手了。我给你们提供绝对安全的避雷钢架屋，提供吃不完的海盗和烤肉，而你们用你们天生熟悉岩石的双手，给我把这些磁矿挖出来，装上船。从今天起，这里就是黑月联邦第1磁矿基地。首领，是黑沙海盗联盟，这帮海上苍鹰平时只敢打劫落单的小商船，今天盯上咱们清朝出动。对面铁船上的人听着，留下你们的船、女人和财宝，老子发慈悲，留你们在海里喂王八的全尸，否则老子的火箭和投石机把你们连人带铁疙瘩一起烧成铁水。首领，距离太近了，如果他们用猛火油无差别覆盖，我们的生帆和甲板木质结构会受损的。大炮一响，这上百艘木船连同上面的壮劳力全得沉底，太浪费。对付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原始流氓，就得用最纯粹的物理暴力，把他们的脊梁骨一次性砸断。
吧，我投降，财宝都给你。联邦在东海尽头发现了一座鸟变岛，从明天起，你们全部变入联邦远洋掏坟与采矿大队队，每人挖够800斤鸟粪，换1顿饱饭。谁要是表现好，不仅能减刑，联邦还给你们发。下面，有请本年度黑月联邦劳动模范上台领奖。劳动使我快乐，没有联邦，我现在还是个在海上吃生肉的野蛮汉。是首领给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。一个人挖的连费顶得上别人1个半月的指标，连晚上登发电机都比别人多登2个时辰。今天起，免除老沙的正式任命为黑月联邦东海关护卫队第3大队队长，带薪上岗，保卫航线。啸天，我们走遍了整个世界，地图上的每一处空白都变成了我们的家。是啊，但是大当家，咱们黑月联邦的工厂还在开动，流水线还在轰鸣，只要劳动者的双手没有停下，咱们的旅途就没有终点。